在美国有看过其他医生，他说是这颗牙齿也需要拔掉。美国医生也是这样讲，后来来去北医，台湾的医生也是这么讲。牙药宝找三宝。保牙、保音、保笑容，一起照顾你的口腔健康。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范先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就医经验哈。范先生是最近从美国回来，就是为了左下有一颗牙齿长脓包，后来去北医就诊，那时候那个医生就说那一颗牙齿有可能手术，有可能要需要手术，对，就是手术就是把它打开来看一下有没有牙齿有没有裂掉，我们是觉得比较奇怪啦，因为有些医生还是照着传统的做法在做我们现在很多比较新的设备电脑断层这些东西，先在手术前有没有需要做这个手术之前，我们就先拍电脑断层，确定有需要就好像医生开刀，总不能说我们开了之后再来决定这个器官要不要拿掉，这很奇怪了哈。就像我们去开肾脏我们医生不会说我们打开来看一看，然后没事就把它缝起来哈。这个观念比较奇怪了哈。范先生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因为之前在回台湾之前，在美国有看过其他医生，他说是这颗牙也需要拔掉。美国医生这样讲，美国医生，美国医生也是这样讲。后来去北医，台湾的医生也是这么讲。家庭那个普通牙医，后来去北医也是这样的。北医的话，他就说要打开来看看，没有裂的话才可以继续治疗。打开来看看事实上我们现在有很多就是电脑断层或者是临床诊断因为有裂的症状就是我们牙周探针那时候有测试牙齿下不去，我们初步判断是没有裂所以建议范医生做显微根管去做治疗这样子当然我们做完一次之后这样内侧的脓包就消了，零拔牙救援成功。第一次做完脓包就消了，对不对？对，对啊，事实上找到原因我们电脑断层判定根管里面没有清干净，不是裂掉的问题啦因为有些医生就喜欢把它打开来因为手术的时候你也看不到医生也不一定能确定就是打开来就是说病人就跟病人说就是裂了，反正都上麻药了，就一不做二不休就把它拔掉了现在假牙装上去使用状况都 OK， 对不对？对，都很好。后来就是根管治疗发炎的部分，我们把它显微根管把它清干净之后又重新做一个新的假牙，对，你就可以在范先生预期的时间之内回去要回美国了。对。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啦就是我们还是建议我们医生还是要做正确的诊断能做保守性的治疗。我们现在的医生都是越来越已经从牙科变成拔牙科，甚至只做植牙这个我也觉得很纳闷我们牙科学了那么多年植牙可能只占了不到1/10的部分当然有些医生就是越来越喜欢只做特定某些项目那这对社会来说也是不好的啦能够我们照着这标准的做法，该做根管的把它评估好，做诊断就是把它清干净。事实上很多牙齿都能如我们预期的保留下来那诊断还是最重要而不是来了就拔牙植牙是在美国也是这样嘛？美国现在的环境是怎样？在美国的话，因为我的那个医生跟我说要拔牙，所以我才想说这样回来台湾来看看，就找到吴医师可以保留牙齿。对，但我们不知道这个牙齿使用之后会能够再用多久当然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做了当然只要不是裂，事实上那我们就把它清干净。事实上就如我们预期，把它清干净之后脓包就消了如果是裂的话是不可能会消啦对，所以真的不是在显微镜下也不是这样子有裂痕什么都没有所以有些医生就会直接就会铁口直言就说这是裂的，反正发炎的就说裂了就是要拔没有经过正确的诊断来做治疗这样子这样会比较可惜一颗牙齿就这样拔掉了。对只要做好正确的诊断，然后我们事实上
能够花一点时间能够帮范医生保留这颗牙齿，那我们也很开心呐对，不用改机票也很开心，对不对？谢谢吴医师还有他的团队。有时间我们就赶快把范医生抠过来，赶快来治疗那刚好如范医生预期可以回美国这样子然后之后有时间回来我们再来回来追踪这样子。好 ，OK， 谢谢你的分享。